这啥情况啊？这个是我的纹身。那你能洗掉吗？用洗手液涂在腿上，然后再冲水，这不完了吗？嘿。就算你不太会做饭，或者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做饭，看完本期节目，你就可以轻松地掌握这4道简单的美味。欢迎回到加盟小厨房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用 Trader Joe's 的24种商品，给大家制作一日三餐，外加一道甜点。第一道菜是宫保鸡丁生姜包。做这道菜呢，只需要2个食材 ，Trader Joe's 的这个宫保鸡丁半成品，还有一个呢就是披萨豆。Trader Joe 呢有非常多的这种半成品，在之后的节目里呢，我们也会陆续的给大家进行一个推荐。按照说明书呢，几分钟就用微波炉把它这道菜做好了。超级推荐他家的这个披萨面团因为20分钟在常温下就能发好，它要在袋子里发好了以后，我们再把它打开。大家看一下这大气泡，这面团发的特好。我们在案板上抹一点面粉防粘。好，我们简单的给它搓一下，看我搓的多带劲儿。我用手给它随便这么弄一下就完事儿了，先放一边。就是之所以说不用擀，是正好我们包的时候可以这样一边抻呢，另外一只手的大拇指就往里按。如果你的手法不是特别好呢，你就把边擀薄点，然后我们就比较好包一点。先给锅做一个预热，然后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倒上一层油，然后我们把包子搁进去，我们倒大约1/4杯的热水进去，全程中小火，然后把盖子盖上。这个5分钟到了，然后刚才水呢稍微有点多，我呢把那个水又弄出去一点。大家在做的时候呢，可以根据自己的锅的平面的面积来去掌握放多少水。大家可以看这上面的这个面呢，基本上就已经蒸熟了。下面我们再继续保持中小火，给它来上2-3分钟，让它下面形成一个硬嘎嘎就可以了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底儿已经形成那种，这种焦焦的感觉就可以啦。然后基本上就成型了。然后我们就直接在锅上撒上葱花，撒点这个芝麻，还撒芝麻。行了，别撒了，太多了。成功！哇，好脆啊！好吃，足够了，不用再加盐了什么的。你评价一下。QQ 弹弹的，那都知道。真好吃，10分钟就能完成，超级推荐，希望大家都去试一试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接下来这道菜呢，是我本人今天的得意之作，它就是番茄牛肉火锅。它从汤底到食材到调料，甚至于到蘸料，全部都是在 Trader Joe's 购买的，所以你不用再去其他超市了，也方便了家附近周围没有华人超市或亚洲超市的小伙伴。我们赶紧操作起来。我们先来做一个汤底，倒上一点油，这个是金巴利的西红柿，超级推荐。因为它是我在美国吃过最有西红柿味儿的西红柿，而且非常的多汁。我们用它来做牛肉番茄火锅的汤底，番茄味儿非常的足。接着我们放入 Trader Joe 的姜泥 ，Trader Joe 的蒜泥，多来点蒜，再加一点这个 tomato paste， 也是 Trader Joe's 他们家的。你看我们这是一站式的，然后再放一点ketchup。平衡一下它那个酸，放牛肉汤，这个牛肉汤也是 Trader Joe 买的，这就是我们的汤底了，正好1盒。我们还用牛肉汤做过佛跳墙，因为我所有的调料都是没有盐味儿的，所以我再往里
补一些盐。我们这个汤底是非常非常健康的，就是你涮完火锅以后完全可以喝。盖上盖子，等它烧开。我们来调一个蘸料，然后用到了 Trader Joe 的这款芝麻酱，它这个成分非常的纯净，除了芝麻什么都没有，而且已经调制好了，所以我们就根据自己要吃的量直接倒就行了，非常的省事儿。我们可以适当的给它补点盐。我再给大家一个小推荐，就是加入 Trader Joe's 的这种干辣椒，辣味儿也还可以，我们加上2茶匙，基本上就够了。它这个味道调制出来非常非常中式，它这个辣椒之所以特别香呢，是因为它里边放了这个洋葱，酥酥脆脆的这种口感，搅匀就行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咱们的蘸料就做好了。这个呢就是 Trader Joe's 的牛肉片，切得非常非常的薄的，跟我们在中国超市买到的肥牛基本上是一致的。它是不含激素和抗生素，而且是全年草饲的牛肉。家里有小朋友的话，就推荐用这种牛肉。Trader Joe's 卖的一种虾肉的汉堡，除了虾肉之外，还有一些简单的调味料，所以它完全可以用来做虾滑。我们其实，在华人超市都很难找到虾滑。我们再来说说都有哪些配菜。中间的这个呢，就是花菜，它是好多个颜色组成的。小朋友如果不爱吃菜的话，我们买这个，没准小朋友就喜欢吃了。这个豆干是非常非常中式的豆干，我们可以拿它和那个腊肉炒菜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我买来涮火锅，我觉得非常 OK。然后就是这个硬豆腐，我看它这个质地啊，我感觉它非常像那个千叶豆腐，所以一会儿我涮上看看它有没有那种膨发的那种效果。然后就是这个蘑菇了，所有的超市都有，但是你在Trader Joe一样能买到，就不用再去其他超市了，一站式解决。这个红薯我超级推荐，因为它无论是涮火锅还是烤着吃都非常非常的甜，而且是甘甜，它没有那么多的水分，但是它的口感非常的细腻绵软。北方人吃火锅最后喜欢涮杂面，那我在Trader Joe找到了这种菠菜鸡蛋面，我们吃完了以后最后还可以来一点主食，有滋有味的。水烧开了，我们来看一看，可以开涮了。虾滑来啦！直接用手掰啊！哎，你这不就是虾滑，你这是瞎掰。嘿，行，虾掰来了。我们最后再给它下上牛肉片儿。最后呢，我们再下点菠菜鸡蛋面，来点生菜。这个生菜也是Trader Joe的，怎么样？大家想不想吃？请把好吃的东西再把爸爸的东西。什么乱七八糟！你这个肉好吃，这个汤好熟悉啊！这面特别有口感。真的，这个虾滑跟你平时吃的都不一样，你是能吃到非常清晰的那个整颗的那个虾仁的肉的。当别人冷的时候，可以喝热热的这个汤，就可以温暖。好温暖呀！大夏天的。听我说，谢谢你。本期节目由华人生活馆赞助播出。华人生活馆是一个创办于2010年的北美厨房电器商城，美国和加拿大的用户都可以方便的购买，并且支付方式非常友好。除了信用卡和 PayPal 之外呢，用支付宝和微信来支付也没有问题。今天我们使用的这个JoannDeem多功能料理锅呢，也是来自华人生活馆。JoannDeem这个品牌呢，是他们家的自有品牌。有兴趣购买的朋友呢，可以在影片下方的描述栏找到购买链接，配合我们的专属折扣码，可以买得更加实惠。推荐购买。嚯，又换了。接下来来做第3个菜，五谷肉蛋饼。做它呢只需要2个主要食材，一个是这个做好了的这种五谷米，这个是在之前Trader Joe好物推荐里也给大家推荐过，这个是没有烟熏过的腌肉，它的油脂非常的丰富，我们用它来做这个早餐的话呢，就会非常的好吃。还有1颗鸡蛋，下面我们就开始操作。对，鸡蛋也是Trader Joe买的，它这一盒里有3包。好，我这是把1整包都倒进去了，再把这个腌肉倒进去，倒一半就行了。打1颗鸡蛋。1颗鸡蛋有点少，我们再加1颗鸡蛋，放一点盐就行了。如果您还喜欢其他的味道呢，再自行添加。锅热了，我们喷点油。这
这个烤盘来做早点，我觉得特别棒。你也可以空出来一个专门煎一个鸡蛋也是没问题的，煎个鸡蛋，煎个肉饼。这有点像小时候校门口的那种小吃似的。是。这个蛋液基本上凝固了就可以了。我们把这个盖儿盖上，焖了有个4、5分钟，然后就可以翻面了。好，这个面都翻过来了，我们再煎上1分钟就可以了，让它两边都有一个这种焦焦的感觉。这就是一个方便携带的蛋炒饭，特别香，就是那个米，对，米被煎的表面焦焦的。其实你要炒饭炒的火大了，也能出这个效果。好吃，简单又有营养。最后一道菜就是妈妈最喜欢香芋小丸子。做这个甜品呢，我们需要的是这3样东西。这3样东西呢，现在在 Trader Joe's 是当红的产品，它就是500系列，它的英文呢就是 Purple Yam， 译成中文呢就是香芋。它和紫薯是2个东西，紫薯的英文呢是 Purple Sweet Potato， 香芋呢它自带一种香芋本身的香味儿。如果你也怀念童年时的香芋冰淇淋，不要错过这一款。其实这个呢，它并不是 Trader Joe 刚出的产品，它2年前就已经有了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火起来了。那么我接下来要做的这个甜品呢，它们3个同时都会用到，还会用到这个椰子的打发好的奶油，味道是淡淡的椰子味儿，超级推荐，超级好吃，热量也非常低，2汤匙才10卡路里。下面我们就开始操作，我们准备一个这样大的保鲜袋，然后把所有东西都倒在这里面，先放3/4杯的 pancake 粉，再放1/3杯的牛奶，1整颗鸡蛋，1汤匙的黄油，我已经提前融化好了，把口封上，然后我们给它软匀了，然后我们把它都挤到一个角上，把它弄成一个这样的形状，喷上油，然后剪个小口，我们就把它往里挤。因为它这个粉里面有木薯淀粉和玉米淀粉，所以它烤出来的这个小蛋糕啊，它是有一点那种糯叽叽的感觉。我们把盖子盖上，这样熟得更快。全程用中火就可以了。3、4分钟以后呢，我们把盖儿打开看一看。再这样晾着盖儿，再给它煎1分钟左右。我们给它翻一下，你这样一推它就行了。我们翻过来看看，好，这一面也基本上好了。你看这个就是小火烘出来，它颜色不会变。1到2茶匙的这个酱，倒上一点点牛奶，把它化开。香芋小丸子，行，再放上香芋的冰淇淋。如果你喜欢吃香芋的话，你会觉得哇塞，太幸福了吧！感谢我与你相遇。80年代过来的男的就是不一样。最后的最后，我们再放点椰子奶油。嘿，你这是痒是吗？过敏了？妈妈做的这个糯叽叽的小丸子，配上牛奶，加上那个香芋的酱。这热量还可以，说实话。这个是我最爱的甜品。香芋粉吧，是Trader Joe's 卖所有蛋糕粉里面含糖量就算是非常低的了，别的更高。那你推荐吗？地道。我是蝴蝶，我是毛毛虫。毛毛虫可好吃了，它都是蛋白质。刚才我吃的鸡蛋是毛毛虫。拜拜哦！不要忘记点赞。